当灯光聚焦舞台，赵露思缓缓走出的一瞬间，现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声。她身穿精致礼服，妆容清透自然，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不真实的美感。那一刻，她仿佛不属于现实，而是属于童话。她的笑容柔软而有感染力，就像春天的第一缕阳光，温暖却不刺眼。很多粉丝直呼，真的像漫画里走出来的公主。Park Win 一直以东方美学为核心，而赵露思的气质正好契合这种温润如玉的审美。她没有攻击性的美，却让人越看越上头。这种契合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天选代言的感觉。品牌需要的是亲和力与真实感，而它恰好全部具备。无论是高清镜头还是现场抓拍，赵露思几乎没有死角。她的皮肤状态通透细腻，在灯光下呈现出自然光泽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懂得如何与镜头互动。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微笑，都精准击中观众情绪。很多人最初认识赵露思，是因为她甜妹的形象。但这一次，她明显完成了一次气质跃迁。她依然甜，但多了一层优雅与从容。那种公主感，不是靠造型堆砌，而是由内而外散发。活动现场，赵露思与粉丝的互动成为一大亮点。她会认真倾听粉丝说话，甚至会主动回应一些细节。这种真实、不做作的状态，让她在众多明星中显得格外特别。她不是高高在上的代言人，而更像是一个亲近的朋友。很多人只看到她的光鲜，却忽略了她背后的努力。从演技到形象管理，她一直在持续精进。正是这些积累，让她在重要场合能够稳定发挥，甚至超出预期。社交平台上，关于赵露思此次活动的照片和视频迅速刷屏，评论区几乎被太美了公主本主等词占据。有粉丝甚至表示，这一刻我真的心动到不行。这种情绪共振是明星影响力的最好体现。如果只用漂亮来形容这一次赵露思的造型，那未免太过浅显。真正让她呈现出公主感的关键，在于整体视觉语言的高度统一与层次设计。首先是色彩策略，它的整体配色并没有选择高饱和或强对比，而是以柔和的浅色系为主。这种低冲击的视觉效果，会自然让人联想到纯净、梦幻不染尘埃的童话氛围。这种配色不是为了吸睛，而是为了营造一种距离感，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。其次是面部妆容的处理，它的底妆极其轻薄，几乎看不出粉感，却能在灯光下呈现出通透水润的状态。这种伪素颜妆容其实技术要求极高，既要遮瑕，又要保留皮肤纹理。眼妆则刻意弱化锋利线条，更多采用柔焦晕染，使眼神显得温柔而有故事感。再看发型与动态表达，它没有选择过于复杂的盘发，而是偏自然的柔顺造型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因为公主感并不等于隆重，反而更强调一种轻盈与呼吸感。她在走动和转身时，发丝的自然摆动，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仿佛动画人物的视觉效果。最核心的一点是人控造型，很多明星是被造型塑造，而赵露思是反过来，她用自己的气质去消化造型。这意味着观众看到的不是衣服本身，而是她与造型融合后的整体人格形象。这种能力才是真正让她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原因。在商业逻辑中，一个代言人的价值从来不仅仅是曝光量。赵露思这一次为 Park Win 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品牌重塑。首先是信任转化，她的公众形象一直以真实、亲和著称，这意味着她所推荐的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视为可信。相比于高冷型明星，她的无距离感反而更具商业转化力。这一点在当前消费环境中尤为重要，用户越来越抗拒硬广，而更愿意接受情感认同。其次是人设与品牌调性的共振。Park Win 强调东方美学，而赵露思身上那种温柔、内敛却不失灵动的气质，正好对应东方审美的核心关键词：含蓄、留白、自然。这种匹配让品牌传播变得更顺滑，
而不是生硬拼接。再者是年轻化升级，品牌需要不断吸引新一代消费者，而赵露思正处于年轻受众的审美中心。它不仅自带流量，还具备持续增长的潜力。这意味着它的代言不是一次性的流量爆发，而是长期的价值积累。更值得注意的是情绪价值。它在活动中的表现，让品牌不再只是一个产品符号，而成为一种情绪体验。观众记住的不是广告语，而是那种像公主一样被温柔对待的感觉。这种情绪链接才是当代品牌竞争的核心。媒体的高度评价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赵露思此次活动之所以获得一致好评，本质上是完成度与超预期的双重叠加。首先是稳定输出能力。在大型线下活动中，灯光、环境、节奏都存在不确定性，很多明星会出现状态波动。但赵露思几乎没有失误镜头，无论是站姿、表情还是互动，都保持在一个高水准区间。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体现。其次是镜头适配度，他非常清楚不同镜头语言的需求，近景时收敛情绪，远景时放大肢体表达。这种对镜头的理解，让他在各种拍摄角度下都能呈现最佳状态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仅是在被拍，更是在主动构建画面。再来是情绪管理，他在活动中的笑容并不是机械重复，而是有层次变化的，有轻松的微笑，有带点羞涩的笑，有回应粉丝时的温暖笑。这种细腻的情绪表达会让观众产生他是真实在感受的错觉，从而更容易被打动。媒体之所以给出好评，还因为他成功完成了氛围创造。他不是简单参与活动，而是让整个活动的气质被提升。他的存在让现场从商业发布会变成浪漫场景。这种气氛主导力才是顶级艺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当我们讨论赵露思的未来时，关键问题不是她会不会继续红，而是她会以什么方式持续成长。首先是类型突破，她已经从早期的甜宠剧形象中逐渐脱离，开始尝试更多元的角色。如果她能持续挑战复杂人物，比如情绪更深、层次更重的角色，那么她的演员价值将会被重新定义。其次是个人品牌升级。目前它的优势在于亲和力，但未来它需要建立更清晰的独特标签。比如，是否可以成为东方温柔系代表？是否能在时尚或电影领域形成更强的辨识度？这些都将决定它的上限。再来看国际化潜力。随着中国娱乐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提升，具备亲和气质与高辨识度的艺人更容易被国际市场接受。赵露思如果能够在语言、作品选择上进一步拓展，她的影响力可能不只局限于国内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挑战。市场更新速度极快，新人不断涌现。如果她停留在舒适区，很容易被替代。因此，她未来最重要的能力不是维持现状，而是不断自我刷新。从这次活动来看，他已经具备了向更高层级跃迁的基础，稳定表现力、强情绪感染力，以及逐渐成熟的气质。如果这些优势能够被持续放大，那么他的未来很可能不只是流量明星，而是一个真正具备长期生命力的艺人。2026年4月18日，这场上海的品牌活动注定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高光记忆。赵露思用她的笑容与气质，让这一刻变得温柔而闪耀。她像春天一样悄然来到，却让人久久难忘。亮光闪烁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赵露思这次的公主瞬间打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别忘了点赞、分享，并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闪亮的心。